继上周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于5月在华盛顿主持美国与东盟领导人峰会后，白宫于周一发布消息称，美国将连同5个国家共同主持第2届全球抗疫视频峰会。这2场会议都选择在5月12号召开。一天2场峰会，美国想要展现怎样的领导力？来看报道。美国白宫网站周一发布声明称，美国将会和德国、印度尼西亚、伯利兹和塞内加尔5个国家共同主持第2届全球抗疫视频峰会，会议将于5月12号召开。对于中方是否会出席这次会议，在周二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作出回应。我们注意到有关的情况，中方欢迎一切有助于国际社会团结抗疫、科学抗疫的努力。据法新社报道，白宫宣布这一消息时，拜登正在努力让美国国会通过一项与疫情有关的重大拨款。报道称，虽然拜登雄心勃勃地想让美国成为所谓疫苗军工厂，类似于其在2战中的主导地位，但美国国会尚未通过为国内抗疫持续提供100亿美元资金的一揽子计划，而就向外国捐赠疫苗追加拨款问题，同样也未能达成一致。美国自身的疫情状况同样不容乐观。美国联邦政府在2020年1月新冠疫情爆发后首次宣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自那以来该状态每个季度都被延长，原定于上周6到期，但拜登政府上周3再次延长了这一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去年9月22号，拜登召集部分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机构以及药厂代表，以视频方式举行了首次抗疫峰会。据美联社当时报道称，尽管白宫在此次峰会前大力造势，宣称会有100多个国家和100多个组织出席会议，但最终出席的领导人并不多。而对于拜登在会上做出很多雄心壮志的许诺，不少舆论认为，如同拜登之前的承诺一样，很可能是口惠而实不至。那么国会两党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处于一个僵持的状态，特别是共和党方面绑定了一些其他的议题。那么拜登方面也是希望借这次峰会来把这个议题进一步炒作，给共和党方面施压，推动议题通过。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现在也正在希望能够来作为全球防疫新冠疫情这样一个疫苗的制作的一个大本营。那么希望借助通过这样一场峰会，最大限度的来帮助这些国内的制药企业，帮他们制造更多的这个疫苗，来获取更多的利益。除了第2届全球抗疫视频峰会外，拜登还将于5月12日至13日在华盛顿亲自接待东盟成员国领导人，举行美国东盟特别峰会。根据白宫上周6发布的声明称，这次峰会将纪念美国和东盟建立关系和对话伙伴45周年，并展示美国对东盟的持久承诺，推动一个自由、开放、安全、互联和有弹性的印太地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指出，我们希望美方顺应亚太国家和平、合作、共赢的共同呼声，在参与东亚区域合作时，尊重亚洲国家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文化价值，遵守开放包容、协商一致的东盟方式，以实际行动落实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摒弃冷战思维和印太对抗小圈子，多做有利于本地区和平发展和繁荣的事，而不是相反。亚太是合作发展的热土，不是大国博弈的棋盘。东盟国家是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的旗手，不是地缘争夺的棋子。去年10月，拜登以视频的方式出席东盟峰会时提出，将在2022年1月举办美国东盟特别领导人峰会。东盟国家当时普遍表示支持，但到了今年1月，美国却单方面将会议推迟至3月底。不过，由于多位东盟领导人的日程安排等原因，各方未能达成一致，峰会再被延后。也有消息称，实际原因并非如此。据泰国曼谷邮报网站上月的一篇报道披露，东盟领导人向拜登团队先后提过数个日期建议，但美方一再改变时间表，甚至搞单方面公布时间的突然袭击。这样的美式傲慢令半数东盟领导人感到不满，甚至有人开始觉得最好取消这次峰会。除了美方固有的傲慢态度外，此次特别峰会的实际选择也让东盟国家感觉到美国政府有逼迫他们就当下关键热点议题选边站的嫌疑。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由于东盟有关国家对俄罗斯粮食进口、工业原料进口依赖度高，考虑到经济制裁的非预期性后果，东盟国家显然需要衡量与拜登政府对俄政策保持一致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此，东盟国家外长发表共同声明，呼吁缓和冲突，进行对话，但是并未直接反对俄罗斯。2月28号，新加坡宣布对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这是东盟国家中唯一一个积极响应西方制裁倡议的国家。
此外，今年20国集团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主办方印尼与泰国也正面临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美国和俄罗斯都是这2大多边机制的参与国，但美方此前已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官员出席，美国将抵制 G20 会议。这显然并不符合东盟国家的利益。他也希望能够在那样一个关键的节点来争取东盟方面对美国立场的支持，来对俄罗斯方面进行施压。那么美国的这个算盘打得很好，但是他在操作的时候呢，完全没有顾及东盟方面的这种感受。是2018年以来，那么俄罗斯东盟首次把这个两方的这个伙伴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所以现在东盟方面对俄罗斯的这个立场也非常的重视，所以东盟也是希望能够拖延会议的时间，来进一步进行观望。那么在情势这个明晰之后，那么再来召开这个峰会。外界还注意到，此次峰会举行之时，正逢新加坡下一任领导人刚确立，以及菲律宾大选结果出炉之际。美国希望通过峰会对东盟部分国家下一届政府传递信号，增强在该地区的政治战略影响力。有分析指出，拜登政府上任以来，虽然嘴上一再表达对东盟中心性地位的尊重，但二者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显而易见。拜登政府重返东南亚，名义上旨在回归多边主义，促进美国和地区国家的合作，但实际上却是在以印太战略促使地区出现进一步的分化失衡，以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以及美英澳奥库斯3边同盟在地区搞封闭的小圈子俱乐部。这让东盟国家长久以来所面临的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选边站的压力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沉重。从近期的种种动向来看，美国在今年势必会加大力度推行印太战略，继续以印太经济框架、联合军演等经济安全领域议题为诱饵，对南海周边国家进行拉拢、施压与胁迫。这更是东盟不可接受的事情。东盟对于美国近些年来不断的强调印太，也非常的反感。那么印太，顾其名曰就是印度和太平洋2个这个大洋之间的这样一种地缘政治平衡。那么把东盟整整夹在中间，这样一种棋子的地位，东盟成员国也并不是非常的认同。新加坡财政部长黄循财周一出席了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22年宏观周活动。这是黄循财上周被确立为新加坡第4代领导班子领军人后的首个出访行程。谈及中美关系时，黄循财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各国都希望双方能继续交流，找出在共同关注的议题上合作的方法。这一表态实际上延续了新加坡的官方立场。月初，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访美期间就重申，不希望东南亚成为中美博弈的前哨战，并呼吁不要使中美关系复杂化。分析指出，从李显龙到黄循财的表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加坡的担心，其实也代表了包括东盟在内的许多国家对美国的担忧，值得美方好好听一听。对于东盟成员国而言，他们能够保持这种对于分歧的包容态度，形成内聚合力，是他们非常在乎的。所以他们某种程度上非常的反感美国方面不断的来拿不同的议题来在东盟成员国内部进行划线的这样一种行为。好，相关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美国白宫宣布要在5月12号举行全球抗疫峰会，讨论如何结束本次疫情。那对此您怎么看？主持人好。美国组织的这次抗疫峰会呢，集中的是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的轮值主席国，目的呢有3个：一是利用国际会议的影响力来实现美国政府的私心，也就是呢设法让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拜登政府的重大拨款，要求拨款100亿美元来为美国国内抗疫提供支持，同时呢也给疫苗研发商给点好处；二是设法呢能够领导全球的抗疫，也就是所谓的为结束全球疫情而努力。那么背后的真实目标呢，是实现疫苗霸权，努力把美西方的疫苗都售出去。3是通过抗疫峰会来排挤中国，从侧面打压中国的抗疫影响力。中国呢，在抗疫防疫中呢是贡献突出，美国呢不邀请中国参加，就是在变相的打压中国。不过呢，从去年这个美国召集的第1次抗疫峰会的情况看呢，美国本次会议的几个目标呢，恐怕难以实现，特别呢是疫苗霸权和打压中国方面。美国既没有给贫困国家捐献疫苗，没有兑现让美国成为世界疫苗武器库的承诺，也无法抹掉中国的抗疫成果，使中国呢长期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不仅保护了中国人的生命，也因为中国经济呢受到疫情影响比较小，而给世界呢
提供了医疗用品和生活用品。美国自身的抗疫成效同样也表明了，它根本不能被赋予全球抗疫领导权，所以这个抗疫峰会也可能沦为一场外交秀而已，对全球的抗疫意义不大。下月美国还要举行一个会议，美国东盟特别峰会，据说议题是聚焦中国崛起。那您认为这个会议对中国有何影响？美国东盟特别会议美国以前就单方面宣布过开会的日期是今年的3月下旬，但后来会议有延期了，去美国的只有新加坡领导人。现在美国再次宣布开会，讨论的议题也是老调重弹，要美国和东盟共同致力于推动一个自由开放、安全、相互关联和充满活力的印太地区。美国的印太战略它就是针对中国的，要围堵和遏制中国。不过自由、安全、开放的印太地区现在一切都正常，没有遇到什么障碍。所以我想东盟国家的领导人会问美国，难道现在的印太地区就不自由、不安全、不开放吗？实际上因为美国等国家的干扰和捣乱，原本和平稳定的印太地区现在出现了一定的波澜。你比如说，美日印澳四方联盟要拉韩国家门，澳英美这个联盟也要拉日本家门。这些针对中国的军事或者是经济动作同样影响东南亚国家的稳定，会影响东盟国家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美国试图通过这个美国东盟特别峰会来让东南亚国家选边站，或者有倾斜，但我相信东盟国家是不会选边站的，因为东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今后的态势仍然会延续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偏美国的传统，在中美间保持动态平衡。换句话说东盟不会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棋子。新加坡第4代领导人黄循才说，围堵中国很傻，把中国排斥在现有国际体系外，对世界、对美国都是高度不稳定的。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种说法呢？黄循才说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你可以围堵别的国家，但围堵中国、排斥中国是无法实现的。一是中国很大，即便没有与国际社会循环起来，中国照样能够生存发展；二是没有国家，包括美国，能够围得住中国、堵得住中国的。相反你越是排斥中国，中国人的自力更生的精神越强，开发本土科技的能力更强，还会这个自己制定国际规则，形成与现行规则不同的平行的规则。因为中国是有这个能力的。当世界上出现2套这个国际规则，那必然会增加世界的不稳定性，同样会加大美国的不稳定性。所以说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中美合作共赢。美国你就别动不动来围堵、遏制、脱钩、制裁什么的，这个美国是堵不住中国的。我还看到美国媒体最近的一篇文章说如果你问未来10年中国还会以美国2倍或更高的速度增长吗？美国媒体和政界的大部分人可能说不会。但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跨国公司，包括总部在美国的苹果、比莱德、特斯拉等等的这个老板都会说一定会，因为他们了解中国市场和中国文化。所以我认为新加坡第4代领导人黄循才道出了一个常识，但遗憾的是，华盛顿的政客们就是油盐不进，看不到这个围不住中国、堵不住中国这个大趋势。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好，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在视频讲话中称，俄军在长时间准备后已经开始了对顿巴斯的进攻，乌克兰不会放弃抵抗。就在泽连斯基讲话后，乌克兰境内多地发生爆炸。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宣布将在5月9号进行红场阅兵的消息，则进一步引发外界对俄乌冲突何时结束的猜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在社交平台发表视频讲话，宣称，随着俄军展开对乌东顿巴斯地区的进攻，冲突已经进入第2阶段。Зараз вже можна констатувати, що російські війська розпочали битву за Донбас, до якої давно готувались. Дуже значна частина всієї російської армії зараз концентрована для цього наступу. Скільки б туди не згоняли російських військових, ми будемо боротись.
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诺夫也表示，俄军当天试图从在沿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哈尔科夫一线突破乌军防线。乌克兰官员和当地媒体称，泽连斯基讲话后不久，乌境内多地发生爆炸，包括位于顿巴斯地区的顿涅茨克前线，也包括附近的马林卡、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在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南部的尼古拉耶夫、东南部的扎波罗热也都听到了爆炸声。据央视新闻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二证实，俄军在乌克兰正开始下一阶段的特别军事行动。俄防长绍伊古表示，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军事行动正在有序进行。美国想要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并采取一切措施来阻挠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将采用新的战争方式，以更好地适应现代军事对抗形势。俄罗斯国防部周二称，俄罗斯导弹部队和炮兵夜间袭击了乌克兰境内的1260个军事目标。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俄军共摧毁140架飞机、487架无人机、252套防空导弹系统、2353辆坦克和装甲车、256门多管火箭炮系统、1014门野战火炮以及2208辆军用车辆。无论说是在俄罗斯那一方，还是在这个乌克兰和北约那一方呢，其实都希望都把这个顿巴斯这场战役呢视为一个决战。俄军能否取胜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来自他第一是不是能很好的协调不同这个军队之间这个不同作战团组之间的进攻。然后它还有在于它是否能够很好的保障自身的这个供给，不被乌军破坏。目前，马里乌波尔市约2500名乌军和400名外国雇佣军被封锁在亚速钢铁厂内，在深达6层的地下设施内进行防守。此前，俄国防部曾发出声明，给钢铁厂内乌军7个小时缴械投降，但乌官方并未同意。乌克兰亚速营指挥官丹尼斯·普罗科彭科则表示，俄军出动地面部队和海军，使用非制导炸弹、火箭弹、钻地弹和各种火炮，对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进行攻击。此外，克里姆林宫新闻处发布消息称，为纪念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77周年，将在5月9号在红场举行阅兵。周一，阅兵彩排在莫斯科州阿拉比诺靶场举行。俄罗斯国防部消息称，当天共有1.1万名军人、131件现代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77架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参加彩排。有分析指，这虽然是俄罗斯的传统，但今年的意义却非同一般。这很可能表明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给自己规定了完成战斗的最终期限，俄军或将在这一天宣布战争胜利的消息。届时，参加俄乌战斗的部队，包括功勋将领士兵，也将会受到表彰，成为阅兵队伍的一部分。本身就战局而言呢，其实我觉得，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也很难想象说5月9号就能彻底结束这个军事行动。但是这个军事行动照常开呢，其实是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国内，向俄罗斯国内这个来表现一种乐观的这种情绪，特别是现在这样的这种在战场上胜负难分，然后整个经济上又面临美西方的制裁这样一个比较困难的局面下，实际上用这样一场这种红场阅兵呢，是很大程度上是起着一种增强的民众的支持率，鼓舞这个民间的斗志这样一种作用。同一时间，美英等西方国家加紧对乌军进行培训。周一，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军方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开始培训乌军教官如何使用榴弹炮等新一批美国原武武器，再让这些乌军教官对乌克兰士兵进行培训，培训或在第三国进行。此前，美军曾培训过乌军如何使用弹簧刀自杀式无人机。至于是否出兵乌克兰，美国依然坚持否定态度。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周一在记者会上重申，拜登没有派兵与俄罗斯作战的计划。拜登认为，避免与俄罗斯发生直接战争符合美国国家与民众的利益。普萨基还再次否定了拜登访问乌克兰的计划。There's no plans for the president to go, so let me just reiterate that. But we would not outline from here or anywhere from the government who, if, and when
for security reasons, so we wouldn't have any details to preview regardless. 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加紧了加入欧盟的申请进度。周一，泽连斯基就申请欧盟候选国调查表中是否符合欧盟成员国政治和经济标准的有关问题，向欧盟委员会递交了书面答复。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府官员表示，期望欧盟6月做出授予乌克兰候选国地位的决定。这份问卷调查表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本月8号访问基辅时亲手递交给泽连斯基。按照欧洲新闻电视台的说法，这是标志欧盟开启乌克兰入盟申请决策进程的象征性举动。冯德莱恩当时说，欧盟就是否接纳新成员的决策过程通常需要耗费数年，对乌将缩减为数周。俄乌冲突2月24号爆发后4天，泽连斯基签署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文件，呼吁欧盟启动新的特殊程序，迅速吸纳乌克兰。不过，欧盟27国在3月上旬举行的峰会上排除乌克兰火线入盟的可能性，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明确表达反对乌克兰快速入盟的态度。据新华社报道，土耳其国防部周一发布声明称，在侦测到库尔德工人党伺机发动大规模袭击后，土耳其军队从陆地进入伊拉克，发起了代号为“爪索”的越境打击行动。外界注意到，持续1个多月的俄乌冲突使土耳其的战略地位凸显，埃尔多安政府左右逢源是他选择此时出兵的重要因素。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土耳其军队当天凌晨对盘踞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实施了越境陆空联合打击行动。在炮火掩护和直升机、无人机的支援下，土耳其特种部队从陆地进入伊拉克北部地区。事实上，自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持续了2年的停火协议在2015年破裂后，土军多次越境打击库尔德武装，最近一次是在今年2月。这次军事行动呢，实际上是延续了这个过去2年的对这个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的总部的这个袭击。因为现在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呢，无论是这个美国、欧盟还是俄罗斯，实际上都是无暇难顾的。值得指出的是，库尔德人被美国视为在中东反恐忠实盟友，还利用伊朗境内的库尔德人分离势力牵制伊朗。虽然美国官方将库尔德工人党列为恐怖组织，但基于实用主义，美国前些年也与库尔德工人党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但美方对土耳其军队越境打击行为也长期态度模糊，美国赤裸裸的双标行为也引发一些库尔德人倒戈。2019年，一部分库尔德人猛烈抨击美国对他们的背叛，并宣布改为支持美国的死敌叙利亚巴沙尔政府。观察指出，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因此美方的模糊态度实际上是默认北约为土军行动背书。在土军这次越境军事行动的次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在执政党总部的一场活动中强调，乌克兰危机显示了土耳其对欧盟和北约国家在能源安全方面的重要性。分析认为，这是土耳其侧面向美国、北约和欧盟施压。美国近年来对待土耳其政府的态度与对待库尔德人一样摇摆不定。美国媒体去年就曾曝光，白宫内部还有声音讨论将土耳其逐出北约。美方还以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S-400防空系统为由，将土耳其踢出了 F-35战机计划，甚至让土耳其政府已经支付的14亿美元都打了水漂。但乌克兰危机成为土耳其凸显自身战略价值的重要契机。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之后，土耳其政府宣布根据蒙特勒公约，封锁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对俄海军实施只进不出黑海的措施。这一做法十分老道，将俄乌冲突局限于陆地，控制了冲突烈度，也十分符合北约极力避免直接介入战局的战略需求。还有一些因素同时决定了美欧等北约国家无法与土耳其切割。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发布的一项定期研究，美方认为土耳其维持着北约内部仅次于美军的第2大规模军事力量，是该地区地理和经济层面上的巨人，发挥着欧洲和中东、中东和俄罗斯分界线的作用，更是欧洲与中东冲突的缓冲区。与土耳其交恶只会损害美国自身利益。中东地区呢，特别是库尔德人事务这个问题，现在处于一个相对真空的状态。那么土耳其在这个条件下，它这个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打击呢，实际上它不会有承担太多的地缘政治风险。考虑到土耳其本身是北约成员，它实际上是现在这个美欧俄各方所争取的一个对象。某种程度上也是它利用当前的这个国际环境和地缘环境的一个真空，去谋取自身的一个利益最大化。
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指出，乌克兰危机后，多国都对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而目前来看，土耳其是最早的一批成功者。作为北约成员，土耳其20多年来拒绝成为北约附庸的做法，让埃尔多安政府在乌克兰危机中保持了足够的弹性。借助这种弹性，俄乌上月底在土耳其谈判，土耳其还是乌克兰最重要的军事装备合作方之一。这意味着，在目前危险的局势下，没有西方国家愿意与土耳其为敌。不过，埃尔多安此时决定出兵打击库尔德武装，或与土耳其明年将举行新一轮总统大选有很大关系。观察指出，每逢土耳其选举，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力量就会成为打击对象。近年来，土耳其经济难见起色，乌克兰危机以来更是雪上加霜。据统计，该国3月的通胀率创下61.14%的历史新高，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严重。埃尔多安的民调支持率不断下滑，3月底已经跌破50%的安全线。2023年，土耳其要迎来这个新的总统大选，那么现在执政的这个埃尔多安的面临了一些执政的压力，以这个保卫本国安全、这个打击恐怖分子为名义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实际上是有利于争取国内的民众的支持，来增强他的这个一个执政的合法性，巩固他的一个支持率。而土军在实际的选择上，也明显与俄乌冲突有某种关联性。一是作为中东政治安全问题的主要域外参与者，美国和俄罗斯当前陷于乌克兰的激烈角逐之中，无力顾及土耳其的军事行动。二是土耳其作为有能力影响俄乌冲突走向的调停者，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都需要争取土耳其的支持，以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也就更无意在库尔德人问题上为难土耳其。而一边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欧美一轮又一轮的要求制裁俄罗斯，一遍又一遍的表达要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另一边则是残忍的寂静。过去24小时里，不仅没有任何西方政府谴责土耳其诉诸于武力，甚至都没有多少欧美主流媒体关注库尔德人的境遇。要知道，库尔德人也曾在伊拉克战争，尤其是 ISIS 扩张的那几年，被美国视为改变中东地缘局势的重要盟友，一如今天的乌克兰。但在美国撤离中东留下了一地鸡毛之后，库尔德人也随即成为了弃子。当然，欧洲对于美国的战略地位与中东自然不同，乌克兰也不是库尔德人。但在美国由全球范围的战略扩张逐步转向战略收缩之后，乌克兰政府与乌克兰人民有必要思考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选择才不至于今日之库尔德成为明日之乌克兰。好，谢谢张思南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好，现在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克里姆林宫宣布将在5月9号进行红场胜利日阅兵的消息，引发外界对俄乌冲突何时结束的猜测。那您认为俄乌冲突是否即将走入尾声呢？以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胜利来庆祝神圣又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日，对俄罗斯而言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但问题是，在5月9日之前，俄罗斯能否取得真正的胜利？这场冲突又是否真能在不到3周的时间内结束呢？如果只是对乌军的有生力量进行大量杀伤，我认为在胜利日前，俄军完全有能力做到。但我不认为这就是俄罗斯的真实目标。乌克兰之所以会被认为构成了某种安全威胁，很难让人相信是因为乌克兰自身的军事实力。真正的原因在于乌克兰越来越表现出加入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政治趋势，而这对俄罗斯而言是不可接受的。1990年，乌克兰在国家独立主权宣言中强调，决意成为一个永久中立国家，不会加入任何军事阵营。这句话实际上是说给俄罗斯听的，以此换取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独立的支持。换言之，乌克兰能作为一个国家存在至今，有一个现实主义前提，那就是不能成为任何国家可以用于威胁俄罗斯安全的载体。事实上，1996年通过的乌克兰宪法明文禁止外国在乌克兰设立军事基地，也是在从另外一个角度向俄罗斯表明自己不会构成安全威胁。但随后，乌克兰社会似乎逐渐遗忘了，或者说有意无视这一点。2003年，乌克兰首次表达出加入北约的明确意愿。2008年，尤先科政府正式递交加入北约的申请。2017年，乌克兰议会通过法案，明确将加入北约作为乌克兰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
2019年，乌克兰议会通过修宪，将加入北约作为国家战略目标写入宪法。因此，俄罗斯对于乌克兰非军事化的真实目标在于乌克兰回归永久中立化。所谓非军事化，更准确而言，应该是非军事同盟化。当前的特别军事行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俄罗斯为了促成这一目标的手段。因为去年12月，莫斯科要求美国和北约做出书面承诺，保证乌克兰不加入北约，被明确拒绝。那乌克兰会回归永久中立化吗？我认为，至少泽连斯基政府不会。4月17日，泽连斯基对美媒 CNN 宣称，愿意与俄罗斯对战10年，而北约则利用了这一点，在最大程度上吊着乌克兰，既不让乌克兰失去希望，也不会让俄罗斯失去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让这场冲突成为一座血肉磨坊，流干俄罗斯的最后一滴血，也不惜流干乌克兰的最后一滴血。遗憾的是，这意味着对于俄罗斯而言，实现乌克兰非军事化只剩下一种可能，那就是以闪电般的攻势击溃泽连斯基政府，然后乌克兰改弦更张，包括废除2019年修宪在内，重申乌克兰永久中立化的承诺。但这明显不是5月9日之前用不到3周时间就可以做到的。土耳其军队周一进入伊拉克，对库尔德人武装力量发起军事打击。那您认为这和当前的俄乌冲突是否有某种联系？目前我们不清楚土耳其这一次在伊拉克的跨境军事行动规模有多大，投入了多少军事力量，只知道土耳其国防部长宣称，行动将在未来进一步扩大规模。事实上，土耳其安全部队越境打击库尔德人武装力量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类似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了超过30年。而上一次则是2019年10月，在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将美军撤出叙利亚北部后，土耳其军队发起和平之权行动，越境攻击了库尔德人自治区，并在叙利亚境内占领了超过600个定居点。周二，中央原港的香港竹篙湾永久性隔离设施项目增建部分首批设施正式交付使用。与此前已经交付使用的6个临时性社区隔离治疗设施项目建造模式不同，竹篙湾采用的多层 MIC 装配式建造模式是装配式建造方法中的革新性产品。深圳卫视记者也专程赴珠海采访项目施工方中建海龙，来详细了解这种新式的建造方法在原港隔离设施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经过60天的昼夜赶工，中央原港的竹篙湾永久性隔离设施项目第1阶段工程完工，首批1024个隔离单位周二下午正式交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交付仪式上表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仍是香港的防疫策略，而为可能出现的新一波疫情做好准备更是必不可少。而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具备条件，让特区政府照顾社会不同人士在抗疫上的需要和期望。連同早前已經啟用嘅6個方艙社區隔離設施，中央援建嘅一共9個社區隔離設施，會為香港合共提供大約5萬個床位，大大增強咗香港防疫抗疫嘅底氣。同我哋2個月前隔離設施嚴重不足嘅困境，實在不可同日而語。2020年5月初，竹篙湾检疫中心项目启动建设，分4期兴建。今年2月初，随着疫情持续升温，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将竹篙湾检疫设施转作社区隔离设施，用作隔离无病征及病征十分轻微的确诊人士。建筑面积超过26万平方米的竹篙湾增建隔离设施，高2层，分6个片区。建成后将为香港提供超过6300个隔离单位，14000个床位，是中央援建项目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第1阶段项目交付当天，深圳卫视记者探访了隔离单元生产方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珠海生产基地。作为本次项目的内地大后方，中建海龙自2月以来，同时承担着生产运输2个中央援建社区隔离治疗设施项目10032个主体模块和7630个功能模块的重任，其任务规模相当于11个火神山。自开工以来，这个近10万平方米的厂区从未熄灯，夜以继日进行箱体生产。杨虎军是负责半成品箱体转运以及成品箱出货的调运装车班长。他向记者坦言，竹篙湾本次增建的产品数量比前面都要多，但工期却更短，肩上担子沉甸甸的。
2、3期我也参与建设啊，我不希望它有5期、6期，我希望尽快好起来，战胜疫情。我们也只有埋着头干，现在是属于2班24小时不停的在值班在做，也没有休息过。也包括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能出厂，还在隔离在厂区，但是我们感觉很自豪。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采用多层 MIC 装配式建造模式，所有的箱体在运往香港组装之前，首先需要在珠海厂区进行钢结构搭建，并完成内部装修。不过，此次项目施工除了时间紧迫之外，还受到内地疫情多点散发对供应链稳定的影响，促使中建海龙对生产设备和流程进行数字化改造，令箱体生产效率提升了2倍左右。从钢结构搭建到完成，仅仅需要短短的4天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质量却没有打折扣，完全符合香港的标准和隔离的标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房间内的小细节，比如说这束插座，它就是标准的香港制式。那么还有就是头上的通风管道，它要比一般的房间设置的更加的高，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交叉感染。另外就是我脚边的地脚线，它是圆角而非直角，这样可以更有效的防止病毒藏匿其中，达到更好的卫生标准。这一切都有赖于精密的数字化设计，也为香港战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设计环节我们会用到这个 BIM 技术，会进行相应的这种建模，然后通过建设的模型呢，我们设计人员可以用 VR 和 AR 的形式大幅的提高相应的效率。包括在我们的生产环节，我们也会进行相应的建模。施工的工友啊，他可以通过我们所做的模型，可以看到这个整个我们 MIC 箱体内部的这个箱体的这个装饰，对吧？或者我们的管线它是怎么走的？它不是只是去看那个2维图纸了。它已经是实实在在看到了3维的模型，快速的这种上手。MIC 箱体在珠海厂区生产装修完毕后，运往香港的过程中，则运用到中建海龙自主研发的智慧交通管理系统，保证运输大动脉的畅通。智慧运输平台一共8个节点，它的节点其实跟我们的工厂是有区别，其中3个是在工厂环节，一个是在内地码头，一个是在香港码头。所有的8个节点的环节，全部都是实时的根据我们相应人员通过手机和小程序和 APP 进行这个采集和更新，实现了从智能工厂到智慧工地的信息流的全环节的畅通。实现了我们这次抗疫项目的这个数据采集的移动化、进度预警的智能化和调度决策的在线化、敏捷化。此外，本次项目还升级启用数字化交付体系，通过扫描箱体配电箱2维码，就可及时获得钢箱焊接、机电装修、集成卫浴等近10项关键工序的质量追溯信息，为隔离设施保质保量吃了颗定心丸。我们是严格的遵循我们现有的一些质量管控体系。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自我检查，这种自查呢，我们现在也是完全的数字化、电子化，可以形成我们的可追溯、可查验的一个数字档案。还有我们的整个全寿命周期的这种2维码数据，就是每一个产品它都有一个对应的身份证。这个2维码的 ID 呢，在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的参与方和实施方都在上面留下了自己工作的痕迹。到了香港之后呢，他们也是一扫码就知道所有的信息，确保这个整个的产品质量。